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25号星期二，一到比赛周，觉得时间过得快，还有买的东西没送到呢。昨天中午午休的时候又去买了3袋冲剂，带自备饮料。那个新街桥美国村那儿有一个地下。是冲浪什么的体育用品，特别大，买那种冲着喝的补剂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还是轻松跑。今天就开始减量了，明天是合练的日子，所以明天我还是会跑步。因为明天还要来买新的队服。昨天晚上Insta 360的小伙伴给了风噪的反馈，说工程师说跟哪个手拿没关系，是要帮我申请那个抗风噪海绵。我说那个在中国卖29，在这儿呢合人民币大概要80块，70多块。我说您要是从中国寄就没必要太折腾了这点东西。但是呢我觉得和哪个手拿肯定是没关系，但是和手的造型有关系。你看你这么拿着的时候，这儿是个手不自然会聚拢风。你看我现在是右手拿，大家应该听着还好，对吧？我换个手咱们可以试试。因为对方说应该是风的方向问题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我把它放在头上称前，按说是最顶风的，有时候风特大我听着，但是在拍下的画面里就没什么风声。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今天风不大，闷热。昨天晚上野口先生给我发消息说周日的天气预报，他看的那个数据源是 NHK 的33度晴天。我这儿的我不知道苹果在日本用的是谁的数据源，显示的还是26度阴天。再观察2天，我倒比较期待有个极限天气，因为本来就是想体验。今天评论准备的不是太多，一会儿咱们再聊啊。等个红绿灯，加油干。第一位小伙伴问我眼镜，就生活中的眼镜，早就不知道什么型号了，都好多年了。而且现在我训练比赛都戴隐形以后，我觉得生活中的眼镜不一定戴运动眼镜，那眼镜太旧了，该换了。也有小伙伴说想问问我戴不戴太阳镜，有什么观点？我没什么观点，我不戴太阳镜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我觉得比赛的时候尽量少东西，眼镜其实我老觉得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，因为你喝水、补给、擦汗，甚至像我现在拍摄要前后转帽子，眼镜其实都是会影响的。而且你这样想，你喝水也好，或者是进补给站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你眼镜上蹭上了水，或者甚至蹭上能量胶，多难受。还有那个，原来我还不戴隐形眼镜比赛的时候，芝加哥马拉松就是都快结束了，在30多公里一个桥下，然后边上大哥，因为我个儿矮，他一抬手擦汗，胳膊肘从底下往上，差点把我眼镜打掉。那如果打掉了，你基本上你猛地蹲下来捡嘛。所以比赛还是不戴，我觉得不戴最好。那怎么解决晃眼的问题呢？其实说实话，大部分时候不需要解决。特别晃眼、特别晒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戴帽子更舒服。帽子还能吸汗，还能防止头顶不会被晒得特别难受。当然每个人习惯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冬天夏天都喜欢戴着墨镜跑，
那也没有问题。我只是说说我的观点。那下一个，自己跑步的时候功率都300-400，是不是跟体重有关系？那肯定的呀。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完全叫做隔行如隔山，可能有的时候，背景知识这东西如果不知道，确实是就真的就不知道。昨天有小伙伴说搞不清楚，糖、蛋白质和热量是什么关系，就他没有这个概念。就功率是什么呢？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做功做了多少功率嘛，做功的效率。那功是什么呢？功就是你现在想，假设我现在想用5分钟的每公里的配速向前前进，那我就得做功，就是我就得付出能量，做功就是付出能量。那同样是100斤的人，一个4分配，一个5分配，需要的能量显然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如果需要的能量不一样，那单位时间内输出的能量就不一样，功率就不一样。如果是咱们都跑5分配，我100斤，别人150斤，这个跟您搬东西是一样的，你搬100斤跟搬150斤，您付出的力不一样，那你做的功就不一样。时间一样的情况下，功率也不一样，对吧？抱歉，嗓子卡了一下。但是检测功率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要怎么说呢？你看我今天没有带 Stride， 今天大家看到的功率是来自高驰的2代 Pod， 放在后腰。为什么这么穿了呢？因为比赛的时候应该不带 Stride， 因为比赛有2个芯片绑在左右2只脚上，就没有地儿放 Stride 了。大阪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苹果的计算，还有高驰的，还有 Stride 这3个，整体上差不多。就是在我看来，给我算出的对应配速的功率和实际测到的。佳明的那个计算功率暂时差异还是特别大，所以您就同品牌同设备自己跟自己比较就好了。但是您要是想测对功率呢，您的体重、年龄、性别一定要确认是填写正确的，因为它毕竟都是算出来的。就像你运动消耗多少热量，那你的年龄、性别、体重一定要输对，否则肯定是不对的，或者肯定差特别多的，也不能说现在就是对的，现在是差不多的。还有一个啊，中午晚上吃什么？还没吃呢呀。您看到的视频是早饭时候拍的，然后您看到视频的时候是上午嘛，对吧？中午晚上吃什么？回头再说呗，看看怎么安排时间拍摄。而且家比较小，有时候不好找拍摄角度，都差不多，就是说白了，生活就是保持有限的克制，然后释放无限的热情。这样呢，你的得到永远比你的预期多一点，就有那种掌控感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到比赛，我期待有点困难或者天气极限一点，就更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通过努力得到的要比我觉得我能得到的多。这种比赛我跑完就开心。如果是真的100%天时地利人和去跑，反而你会觉得你永远没有跑到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当然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有人就活得特别的精确，可以不受这些
影响，我现在还不行，特别热，汗碗虾不停的在滴。小伙伴问夏天这种天训练心得，没有心得就跟自己扛呗。你就这么想，你不练也就不练了，那为什么要不练呢？反正都是这个时间，甭管多热，回去洗一洗，干呗。32岁的女性跑者，一周运动4天到5天，但是只有1次是跑步，其他时候是骑车和跳操。现在半程马拉松可以跑到1小时53，那其实不算很慢了。要在下半年想完成一次全马，想了解月跑量多少合适。他说他看了个博主说，你的周跑量要达到你比赛的目标距离，比方说要跑全马，那一周至少得跑42.195公里。我觉得呢，这种它其实就是统计科学，就像通过各个点连起来多长多宽算这人的身高似的，它是个统计科学。确实是大部分完成全马的人月跑量可能一开始就是150、180就很不错了。但是我不愿意这样说周跑量一定是和什么东西一样的，因为这个一样我觉得只是巧合，我个人认为只是巧合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如果您一个月能跑130公里以上，能够坚持10个月到1年，你就可以完赛一场全马，并且成绩不会太差。我第1年这个状态的时候，还加上有减肥的问题呢。我整整第1年跑步，跑第一个全马4小时29，那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当你的月跑量能够在230公里的时候，再跑1年，男性，我说男性啊，女性可以减半个小时，就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努力破4。如果您能达到320公里以上一个月，或者300以上，跑1年半，也就是说呢，来到您跑步的第4个年头，就有机会冲击一下315、300。如果再能这样坚持1年，那我觉得破3问题不会太大。差不多，这是我的观点。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你一周只跑1次步，我还是觉得马拉松太难。马拉松训练是个连贯的事情。下一个啊，看我昨天早餐说蛋白质少，早餐是不够多，但早餐基本上我就是昨天其实有个意外，本来应该是2个鸡蛋，但是偷懒了，锅不够大，就弄了1个。但是其实早餐不差那一点，而且大多数时候，确实，如果您吃传统中餐，蛋白质是不够高。午餐和晚餐，尤其是午餐，还是以蛋白质为主。您说的对的。下一个啊，我这件 BTC 的背心是什么号？是 M 号的，我这就比较尴尬。M 号的有点大 ，S 号的有点小。哦，又看见野口先生了，对面跑过来，我们跟他打个招呼。
お口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自己，有些人说那天肯定特别热，如果那天真的是33度晴天的话，是很挑战，因为80公里的地方，其实就离终点400米，终点往右，赛道往左，往左就是那天给大家看那个最靠北边海边的那一块特别窄，右手是海，左手是湖，而且没有树荫。那20公里是在那儿跑一个折返，就是往左拐跑10公里，再掉头原路回去10公里，到达终点。而那个时候，如果我不出意外的话，差不多下午1点多，还有来吧，所以就很煎熬。下一个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我其实不是，就我出生长大在北京的东城和北城这个区域，我的口音，就没有南城那么有特点。但是其实大部分北京人，就我这一代人，真的不像短视频上那么说话。那么说话我也能说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必要和怎么说呢？因为北京的方言，它并不是一个，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方言，因为它没有加密的特质。我说的加密的特质就是好多地方的方言我是听不出音阶的，就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就跟听外语一样，你不知道他说什么，我听清楚他说的什么，我大概就能知道什么意思。像现在在这边学日文，其实对方说的词儿我好多都知道，但是我听不出来。但是北京大部分时候没这问题，北京好多时候就是对一个东西的叫法不一样。比方说知了，你看然后北京叫寄鸟，然后蟋蟀，北京叫蛐蛐儿，就这些。但是并没有说起来特别，就像这原来不是说请温州朋友做这个发报员吗？加密，自然加密。所以大家看短视频那些，确实是会有信息偏差。就像我看好多说其他地方方言特点的，我基本上也不全信，我信一点儿，因为不夸张就没人看它。像我这种，你看我从来不怎么夸张，因为我觉得靠夸张，大家都来看我，不是我的性格，我这年纪了。是吧？我大部分时候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是不控制的，可能会刻意有一点点的时候会控制，比方这一点点。但是你看，这也是方言，就是我北京人说比较认真的东西的时候，比方说我要努力一点点，我不会我说努力一点点儿。就这感觉，所以说明我也并没有很控制。行吧，这期跟大家少聊两句。我绕一个折返，应该10公里以上我就回家了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6月25号星期二清晨6点40，晨跑结束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就轻松跑了10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4，心率139。闷热起来，看我脸上这个汗。这一天就减量，差不多开始按照一半，然后40%、30%这么减，在保证一个运动节奏的前提下，把训练量降下来，让身体恢复回来。然后今天开始慢慢注意饮食，但这种100公里就不用这碳水超补了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就正常吃，甚至稍微多吃一点，长一点肉，或者说让身体多存点水，
都行，因为赛道上到50公里之后，应该每5公里都得吃东西，因为大黑猿先生说，最大的敌人应该就是饥饿。其实我这么走着说，就不用担心蚊子，只不过这确实，哎呀，它这个只能横着拿着，不是太方便，而且还引发出来另外一个问题，先跟360的小伙伴们沟通，就是大多数时候，比方说他把它吸在柱子上来拍摄，这种柱子必须得是金属的，否则吸不上。这种特粗的电线杆都不行，一般都是那种细一点的灯柱，或者是，反正怎么说呢？比方说你看，像这种，但是呢，以前能竖着吸的时候特别好找角度，现在必须横着吸，它就接触面就特别的，因为柱子细呀，对吧？或者有时候就是这种栅栏门，你们看，这种栅栏门还行。行吧，今天咱们聊聊评论，咱们都是第4个训练日，跟大家聊聊评论，聊聊弹幕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合练还有新的队服，很期待，咱们明天还能见。